趁青青醒来后，任鹏飞赶紧让他喝下，随后又看他入睡。这一夜，任鹏飞心神不宁。第二天天未亮，便又赶至明阁问雅姑青青情形如何。雅姑看一眼这个比他还着急的爹爹，掩嘴轻笑，回答他青青还在睡呢。任鹏飞这才察觉自己太过心急，便吩咐道等青青醒来，派个人到书房通知他，便转身走了。等到天色大亮，才有人火急火燎地跑到书房告诉任鹏飞，青青小姐醒了。任鹏飞没有半点耽搁，直奔明阁。进了屋，便看到雅姑在喂女儿吃东西。走近问了才知道，原来女儿一醒来就喊饿，雅姑便赶紧叫厨房送来清香的白米粥喂她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女儿五脏受损，加之长时间吃药，食欲一直不佳，稍不合口就吐，吃的都没吐得多，身子越发清瘦。任鹏飞虽急，也毫无办法可想。现在看他主动要吃东西，欣喜的心情可想而知。任鹏飞接过雅姑手中的碗，亲手喂她吃东西。趁女儿一小口一小口吃东西时，发觉她的面色红润，便扭头叫人把大夫请来。大夫来时，青青已经吃完米粥，正躺在爹爹温暖怀里和他说话。大夫不敢耽搁，为青青仔细把过脉后，面目喜色，叠声呼道：妙极妙极，青青小姐的内伤已有好转之际。任鹏飞一听，心中一阵狂喜。随之大夫又道：昨天主上带回来的那瓶药，恐怕真是世间难得的灵丹妙药啊！可惜老朽医术有限，猜测不出这瓶药是如何制成的。想起之前还为聂隐醉宿青楼，带坏弟弟一事，对他抱有敌意和轻视，任鹏飞不禁为难。他与任成飞想来也是泛泛之交，却能一出手就给出如此珍贵的药，聂隐并没有他一开始所想的那般不堪。至于他送药之时所说的家中常用良药，恐怕也是自谦之词，为的是不让对方认为东西太过名贵而不敢轻易收下。聂隐这一番举止实在是周到细心，因此任鹏飞让人备上一份厚礼，遣人送去月影楼交给聂隐，算是答谢他的赠药之恩。同时传话说这些只是聊表谢意，改日他会亲自登门道谢，以都鄂城城主的身份。这厢聂隐收到都鄂城送来的厚礼后，当着月影楼众多姑娘的面一一打开，随后拿起面前的一枚雕成青豆形状的绿翡翠，似笑非笑地看了看，便举起问围成一团看见几个盒子的金银饰品眼睛早发绿的姑娘们：你们谁喜欢这个？有几个青楼女子恨不能扑上来，聂隐随手给了一个回答得最快的女子，分了几样饰品便没了兴趣，先让冷蝶儿自己挑了几样，便挥挥道：行了，你们喜欢哪样就拿去。姑娘们没敢动，待聂隐转身离去了，才哄抢上去，生怕抢不上。冷蝶儿没凑这份热闹，紧跟着离去。走出去前回眸一望，眼唇轻笑，一个个如狼似虎，哪还有半点女子的矜持。进了另一间屋，只见聂隐坐在矮榻边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。都鄂城出手真大方，就这么送出去了。少爷，你可一点都不心疼？冷蝶儿笑着走到与他相邻的位置上。聂隐啜了一口酒，抿嘴淡笑：再珍贵又如何，却不是我想要的。冷蝶儿双手置于膝上，身子向他那边微倾，故意放低声音，眼中的笑分外狡黠。因为少爷你只想要任大城主向你俯首称臣。先是微微一笑，扬手把杯中剩下的酒水一饮而尽。聂隐眼中寒光闪现：
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？什么？慢悠悠地为自己再斟满一杯酒，嘴角上扬。我要让他尾随在我后头，主动跟着我一道回京城。这件事难办吗？说难并不难。青青吃过聂隐相赠的药后，身子明显有了好转，可维持不过半月，他的伤势又渐渐恢复如前，并有恶化之势。大夫过来一看，长久无言后，一声叹息道：唉，当时只喝下小小一瓶，看来须是药效不够，如果能够持续用药，便能好转，不再复发。人家主动相赠，与他自己跑上门去要，根本是两回事。前者是心存感激收下，后者是舔着脸请求。任鹏飞自认脸皮没有厚到可以上门求人要东西的地步，更何况他堂堂都鄂城主，哪曾遇上过这种上门讨要东西的事情？只不过人命关天，更何况青青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心里的那道名为自尊的坎，嫩得直耸入云，他也得鼓足劲爬过去。等他在背上厚礼带人赶至月营楼时，却得到一个让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消息。4天前，接到从京城送来的家信中道明家里有事的聂隐，在当日便已动身前往京城。此时针灸也不能再控制青青的病情，看他醒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短暂，怕他就此不再醒来，任鹏飞这次没再犹豫，把所有他信得过的人全招来，叫最有能力的人辅佐任成飞，城中事宜暂由他全权掌管。他此去京城不知何时返回，尽管安排妥当后已经没了什么顾虑，但出发前还是叫来弟弟语重心长地交代一番。成飞，家中的情况为兄不曾怎么瞒过你，想必你也知道大概了。冷蝶儿心里有了别人，你大可不必再为他的事同大哥闹，不值当。等过几年你遇上事情多了，眼界广了，会遇上更合心意的姑娘。至于城里的事，你也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，不要固执己见。还有，随爷本事不小，大哥当年让他去保护你，是怕你出事，才让这么一个人才去救。你日后若是遇上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，就问问他。哥，再怎么不懂事，望着一脸疲惫的兄长，任成飞的声音不由哽咽，深吸一口气，他坚定地说：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让都鄂城就这么没了。任鹏飞微笑，用力地在他肩膀上拍了拍。陈飞，记住，你长大了。任鹏飞带着青青出发了，随行的人除了照顾青青的雅姑，还有一个武功相当不错的护卫，怀中躺着昏睡的女儿。雅姑静静地坐在旁边，在不停摇晃的马车里，听着车轱辘声和充当马夫的护卫不时的挥鞭声，任鹏飞于心中思忖道：此去京城，情形会是如何？马车叮叮当当驶过，扬起的沙尘飞扬满天。京城，聂隐一下马车，早已等候多时的人顿时迎上来抱住他。我儿，娘3催4请的，总算是把你叫回来了。若你再不回，娘就亲自去蜀州逮人了。娘。聂隐轻轻搭手在风韵犹存的华夫人肩上，华夫人用丝巾拭去眼角激动溢出的泪。来，让娘亲好好看看。真是的，娘不在身边，其他人都不会照顾了，看把你瘦成这样。聂隐微笑，眉眼之间与华夫人有7成相似，
只不过一个雍容华贵，另一个云淡风轻，薄薄的唇也不知像谁，懒散向上，清明时带些稚气，冲淡了眼中的锋芒。华夫人数月不见儿子，本还想再埋怨几句，可抬眼一见儿子脸上浅浅的倦意，顿时心疼得无以复加，赶紧拽着人进府。快同娘回府，娘早叫人备了热水让你洗漱沐浴，先洗好后休息一下，娘给你准备好吃的去，你醒来就可以吃了。凝视华夫人脸上不加掩饰的关爱，聂隐由衷的道：娘，谢谢你。可话一落，便被华夫人狠狠一瞪。你再同娘说一个谢字，以后娘就把你锁在屋里，再也不准你乱跑。嘴角扯出一抹苦笑，比华夫人高了将近2个头的男人就这么被扯进屋中。进了屋，便能看见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浴桶。华夫人没有离开，转身掩门，微笑走向一脸无奈的儿子。解发梳头，脱衣擦背，基本都由华夫人一手包办。若不是聂隐坚持，恐怕脱裤子也是由她亲自动手。聂隐刚被找回来的那段日子，他身负常人无法承受的重伤，四肢骨头碎裂不能动弹。赶过来的华夫人不假他人之手，换衣服、擦身、喂药、换药，甚至是给儿子包药，只要事关聂隐每一件事，他都会亲自过问并动手去做。那时聂隐意识不清，浑浑噩噩，只能依稀感觉有什么清凉的东西滴在身上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心疼悲伤的泪。看他一身是伤时，他哭；喂下去的药全吐出来时，他哭；每次给他换药，看他疼的表情扭曲时，他哭；看他没有再活下去的意志时，他扑在他身上失声痛哭。母子连心啊，母亲的泪水一颗一颗，如同滴在他的心上。如果没有华夫人，绝对不会有今天的聂隐。曾经出现在世上的小江，也如昙花一现，也许根本不会有人记得。擦完背，聂隐合眼倚着壁桶泡澡时，华夫人解下他刚刚洗过还在滴水的发，用干净的棉巾轻柔且细心的一遍又一遍擦拭，不时抬头看一眼表情恬静的儿子。华夫人嘴角边的温暖从未散过。孩子，以后别再离开娘了，好吗？擦了一阵，用手摸摸，觉得差不多了，便拿来梳子轻轻梳理。你离开的这些天，娘日夜都在想你，是不是又好好吃饭？身上的病会不会又犯了？会不会又这么一消失就20几年？想得吃不好，也睡不好。聂隐睁开眼睛，华夫人看他一眼，又道：你想做什么，娘都可以帮你去做，你只要好好的在家里待着养伤便是。聂隐眼睛半合，落在清澈透明的水面上，半晌之后，他哑着声轻唤一声：娘。只这么一声便不再说话，可华夫人闻言却顿时红了眼睛，顺也不顺地看他一阵，把他脑袋抱入怀里，哽咽的道：孩子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放心吧，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娘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华夫人怎能忘记？好不容易寻回的孩儿，却没有存活下去的意志。即使体之于常人又如何？即使他有钱买下世间所有灵丹妙药又如何？大夫摇头道：他不想活了。身体受思绪影响，为什么下去都会吐出来？再这样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悲痛的他想尽办法都会以失败告终。看着孩子气息一天比一天微弱，他不知道哭昏过去几回。后来有一次守在他身边照顾他时，
忽然听昏迷不醒的他细弱地张口说了声江南。他立刻派人去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来龙去脉谁都不清楚，却查出当时小江本已逃出点苍山，却不知何故又原路返回，与前来阻挡的人一阵厮杀，浑身浴血后，看见渡恶城主时，扑上去就说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句话：我是笨蛋。小江抓住任鹏飞一直在重复这句话，旁人哄笑着把他拉离任鹏飞身边。当时小江是如何？他全然不顾别人施加于身上的伤害，死死盯着一句话也不说的任鹏飞，撕心大喊，并在吐血昏迷前哑着声说：江南依旧远。江南，华夫人坐在床边，双眼盯着儿子苍白的脸，低头在他耳边说了声江南。一直紧闭双眼的人终于有些许反应，华夫人顿时热泪盈眶，趴在他的身边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：江南，江南，江南，孩子，你不能死，不能就这么死了。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还活着呀，他们会忘了你，会在你死后活得好好的，不值啊，孩子，你要好起来，你要过得比他们都好，让他们尝受同你一样的痛苦啊。喂下去的药终于不再吐出来了，伤势也逐渐开始好转。华夫人摸着孩子的脸，泪流满面。她何其聪明，就算没有参与，也能猜出一二。她的孩子和那个任鹏飞一定有牵扯不清的关系，他一定是造成他儿子不欲再活下去的主凶。没有哪个为人父母的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满心仇恨，过得不快乐。可如果恨是支撑儿子生存下去的动力，那么就让他恨下去吧。华夫人坐在床边，看着聂隐入睡。这些事情在他6岁之前他一直在做，6岁之后他错过了很多岁月。尽管孩子已经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又如何，终究还是他儿子，他要好好弥补失去的一切。看见聂隐闭上眼睛假装入睡，华夫人会心一笑。当他真睡了，便为他仔细地掖好被子，起身离去。他若真在旁边看着，这个敏感的孩子肯定睡不着。出了屋转身小心掩上门，整理一下衣裳，正欲前去厨房亲自为聂隐准备饭菜，便有一名丫鬟匆匆上前欠了身，轻声道：夫人，靖王爷来了，正在前厅候着呢。华夫人略一点头，面无表情地朝前厅走去。华夫人一走进会客的厅堂，便见一个50上下、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男子迎上来。此人剑眉星眸，鹰鼻薄唇，一身华服锦衣，年过半百，却因保养得当，看似更像30数岁的壮年人。小渊。看见走进来的华夫人，此人显得无比热情，一开口便直呼华夫人小名，听起来分外亲密。华夫人则淡然一笑，退后一步与他保持距离，客气且疏离的道：靖王爷。该男子面上一僵，随即露出几分苦涩。小渊，你怎么这么叫我？华夫人缓步走向右侧的椅子旁边，径直坐下。您是王爷，我是草民，不这么叫还能怎么叫？这……靖王爷欲言又止，最后摇头叹息，负手坐回原位。我来之前听说了，小影回来了吧？说完，正好有一名丫鬟端上茶放在华夫人身侧的小茶几上。华夫人等这名丫鬟退下，才淡淡回道：回来了。靖王爷轻拍膝盖，
低声喟叹：“回来便好，免得你日思夜想。对了，这次我来，顺便也带了些皇上御赐的，都有数百年的长白山人参和云南野灵芝，你拿去给小影补补。”这些东西我就代为我儿收下，承蒙王爷挂心。这些年来，靖王爷早已习惯华夫人待他不冷不热的态度，早不以为然。可待他话音一落，只有他们二人的厅堂便宁静得令人缓不过气来。靖王爷无言良久，望向华夫人姣好的面容，轻声轻语道：“小渊，你当年同我说过，只要小影找回来，你便随我回王府。”华夫人揭开茶盖，边掠水面上漂浮的茶叶，边吹去热气，不紧不慢饮了几小口，方才道：“王爷，当年我说的是，只要你帮我找回我儿，我便同你走。可后来却是我的人把我儿找回来的。”靖王爷一听，有些急：“小渊，这些年若是没有我帮你，你一名弱女子怎么会有今天的地位？更别说年年耗费大量钱财，到处找人。当年王爷尽心尽力地帮我，化冤没齿难忘，但一事归一事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”小渊，你从头到尾都不曾想过随我回王府，对不对？看见华夫人脸上的淡然，靖王爷终于了悟。华夫人凝视水面，不语。至此，靖王爷仍不肯放弃。他走上前，在他跟前苦苦道：“小渊，我当年确实有苦衷，才没有如约而至。可后来我去找你时，你却已经……”华夫人抿唇微笑：“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靖王爷，你如今已有貌美妻妾，又为何苦苦纠缠我这个残花败柳？”小渊，靖王爷开口，正欲解释当年之事，华夫人已经起身，拍拍衣裙，得体笑道：“王爷，我还有事，就不相送了，您慢走。”说完，转身离去，只留给靖王爷一道决绝的身影。靖王爷无奈，只得先行离去。上苍在世间撒下情种，只为修出真正的有缘人。相识一场的缘分，经过劫难的磨练，不是劳燕分飞，便是修成正果。